大家好，我是将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在影片正式开始前，我来给大家播报一段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真实新闻，仅供娱乐。思密达。前几天，将军突发奇想，想带上老干部们出去野外大大咧咧练枪法。穷人说他担心哪一天美国会派海豹突击队空降平壤，给他来个斩首大礼包，所以他准备练好枪法，到时候能用上思密达。穷军把自己库存里的大家伙全部拿出来，给高层干部们一人发一把大宝贝。长军对这些高层干部说，到时候要是海豹突击队来了，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拿着手上的这把枪保卫我。有干部马上表示，我们现在有远程导弹，也有核弹头，美国要是敢乱来，直接送几个给他们尝尝。说到核导弹，这次跟着将军一起参加打野的还有我们尊贵的朝鲜公主金珠爱思密达。中军说，准备给未来的驸马爷安排一个核导弹局局长的位置。听将军有这个想法，在场的老领导们都屁颠儿争先恐后的把自己家的儿子推荐给公主金珠爱思密达。金珠爱公主从小就跟着将军爸爸去视察导弹发射基地，观看导弹发射。中军一直都有心培养他，结果导弹局局长的位置，中军要把最核心的部门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思密达。将军前段时间还刚刚去视察了核弹头的生产工厂，非常辛苦。将军连防护服都不穿就下到了核生产现场，一旁的工作人员还一直提醒将军注意安全。中军不屑地说道：“你不知道大家都叫我太阳吗？太阳的体内无时无刻都有无数的核聚变在发生，我害怕这一点点辐射真是笑话。将军真是太勇猛了，70多岁的我都春心荡漾爱上将军了。思密达。”好了，说远了，刚才说到什么了？刚才说到将军要给公主招驸马。中原对公主金珠爱说，要是以后你的驸马不听话，我就把他绑到导弹头上射上天，把他流放到火星去。思密达。将军跟一行人带着自己的大宝贝来到了靶场，在现场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枪，摩拳擦掌，准备试一试。有人提醒将军，这种狙击枪的威力很大，后坐力很大，你要小心。中介说，没事的，我少说也有200多斤，这点后坐力算什么？这都是小意思。你当我平时的捕鱼龙虾都是白吃的？中介说，刚才有个家伙在发枪的时候拿枪口一直对着我，等下把他安排到靶子旁边，我想喂点子弹给他吃吃。思密达。将军又突发奇想，说下次安排一个真人 CS 赛场，他拿实弹枪，其他人发水枪，看谁的枪法准，最后能获胜。在场的官员意见一致的连忙说道：“这都不用再比了，那肯定是将军英明神武思密达。”将军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比了，太没意思了。”他说自己不想欺负大家，现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紧张刺激的大靶比赛过后，大家都跟将军站在一起合影。中军批说，大家一定要用手里的这把枪对准，不，应该是保卫好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要是有谁敢造反，就要让他们尝尝子弹的味道。官员们纷纷表示，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在将军的英明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思密达。穿着拉风的皮衣，装模作样的看一看手上的瑞士名表，像是在等待发射时间。这一番在镜头前的作秀表演，实则是金三胖在炫耀自己的大家伙——洲际弹道导弹。自2020年以来，三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展示他的大家伙，号称能射得多远多远。其妹金宇正更是时常发表一些相当具有核威胁言论。金宇正曾在2022年发表谈话，批评韩国国防部长有关先发制人打击的言论，称如果出现韩方选择与我们进行军事对抗的事态，我们的核战部队必然要执行任务。这是北韩首次公开表示可能对南韩使用核武。金宇正表示，韩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不会向韩国开一枪，但威胁称，如果韩国选择军事对抗，我们可能以核武器回应。北韩还曾在2016年发布过一段4分钟的影片，名为《最后的机会》，利用电脑动画技术展现了一枚类似洲际弹道导弹的物体穿越地球大气层，然后撞击华盛顿。
地点靠近林肯纪念堂，随后发生了核爆。影片中写道，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稍稍挑衅我们，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打击。美国必须做出选择，这个叫做美国的国家是否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取决于你们。而影片中那个能让美帝毁灭的武器，就是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在北韩发出威胁要和平华盛顿的宣传片后，在同一年，美国就在南韩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以应对北韩的核威胁。那么有人就会好奇，如今北韩的核武器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了？真的具备像宣传片中的能让美国不再存在于这颗星球上的能力吗？三胖是在吹牛呢，还是真的有实力？下面快订阅 Zero 档案，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精彩会第一时间通知。这期影片就让 Zero 君带你感受一下金将军的大家伙，看看北韩核武器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没有朝鲜的地球是没必要存在的。如果朝鲜垮台，我将与世界一起自我毁灭。这是北韩脱北的最高级官员，曾经的北韩2号人物，主体思想的缔造者黄长业在叛逃到南边后揭露的金正日私底下发表过的恐怖言论。金正日口中的朝鲜垮台，其实指的就是他的金氏政权垮台，因为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并谈不上垮台不垮台。就算金氏政权明天倒了，普通朝鲜人也依旧生活在那片土地上。而且根据大韩民国宪法规定，大韩民国将整个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都视为其领土范围。这意味着在法理上，南韩认为北韩的领土和人民属于大韩民国的主权范围，因此北韩居民在法律上被视为大韩民国国民，尽管他们在北韩的实际管辖下生活。根据南韩的国籍法和相关政策，南韩也将通过各种方法脱离北韩进入南韩的脱北者视为大韩民国国民，无需额外申请国籍。一旦他们进入南韩并通过身份验证，就能自动获得南韩公民身份。南韩政府还设立了北韩离脱住民保护及定居支援法，为脱北者提供法律保护、定居支援和经济援助，包括职业培训、住房补贴等，以帮助他们融入南韩社会。所以，即使金氏政权垮台，北韩居民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大韩民国国民。脑子正常人都应该明白，如果能让北韩普通人自己自由选择，他们都会愿意去哪里了吧？如此看来，金正日那番朝鲜垮台就要炸地球的言论，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权。其实，金正日之所以能说出这种炸地球的恐怖言论，还真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在金正日时期的2006年和2009年，北韩已经有2次核爆试验成功了。那时的金正日确实拥有炸地球的能力。金正日就像一个身上绑满炸弹，随时准备与世界同归于尽的恐怖分子。那么，金正日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换句话说，至于吗？他对自己的政权就这么的不放心吗？恐怕还真的至于。其实，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之前，北韩的金氏政权对于核武器的追求还并不非常迫切。那时的北韩处于苏联与中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南韩则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早期的北韩还是持反对核扩散的立场。1950年代末，美国在南韩部署战术核武器，以牵制苏联，这让北韩感受到直接威胁。1956年，北韩通过最高人民会议决议，提出反对将核武引入朝鲜半岛的决定，并在1986年建议建立无核区。然而，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苏联核保护伞消失，同时由于其主要援助国苏联解体，中国和东欧转向市场经济，导致北韩的援助经济体系崩溃，常规军事力量迅速衰落，无法与南韩抗衡。同时，北韩越来越担忧美国可能对其发动攻击。当时，北韩的金氏政权其实一直在默默观察着世界局势的变化，除了苏联解体及其众多卫星国共产政权的倒台，让金家觉得自己的政权岌岌可危以外，
他们还得出了没有核武器而导致政权容易崩溃的结论。2003年，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2011年内战中，北约轰炸导致其政权垮台，本人身亡。北韩宣传认为，若卡扎菲保留核武，北约将难以干预。还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北韩与其军事贸易密切，并视其为反美盟友。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其政权，而后萨达姆被处决。北韩认为伊拉克是因为在1991年后接受国际核查而放弃核计划，暴露了弱点。2023年4月，金宇正还发表声明，用反讽的话语敦促乌克兰不要追求核武器，而应直面俄罗斯的威胁。这其实是北韩在坚定自己的拥核立场。乌克兰1994年放弃苏联遗留核武器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遭受俄罗斯入侵，证明放弃核武的后果。金日成还曾在内部讲话中赞扬中共成功抵御西方颠覆势力，将中国的6四事件视为正面例子，认为尽管中国镇压抗议引发国际批评，但未受外部军事干预，并成功实现经济改革。北韩渴望类似模式，但认为核武是前提。金氏政权认为，若无核武器，自己可能面临像卡扎菲与萨达姆类似命运。这种种现实都让金氏政权认为核武器是避免政权颠覆的保障。北韩认为自己需要拥有核武器，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军事层面，北韩核武器可以抹平与南韩之间的常规军事力量的差距。南韩的 GDP 超过北韩60倍，人口超2倍，常规军力在陆海空全面占优。北韩深知无法在常规领域竞争，因此将核武器作为非对称力量的核心。就像是一个160厘米、50千克的小矮人面对190厘米、100千克的巨人，只要小矮人手里有枪，巨人手里没有枪，便能逆转局势。而核武器就是北韩的枪。由于美国对南韩的限制，南韩是不被允许拥有核武器的，也就相当于手无寸铁面对北韩。南韩只能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来对抗北韩的核威胁。但是毕竟核武器并没有攥在自己手里，关键时刻能不能用还是要美国说了算。北韩虽然也是所谓共产国家，实际上连像中苏那样的集体领导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太阳说了算，权力也都是家族传位制，核武器握在一个人的手上，他扔不扔出去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政权有没有受到垮台的威胁。北韩虽然是2006年才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的，但其实北韩非常早就开始准备发展核武器了。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2个原子弹结束了二战，也让当时的人们见识到了原子弹超乎想象的威力。实际上，从1930年代起，欧洲许多国家就开始研究原子弹，但最后还是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二战结束后，冷战随即开始，苏联和中国最先关注核武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派遣间谍，获取核技术。北韩也不例外。二战后，核军备竞赛开始，英法等国竞相开发核武器。北韩从1950年代起就向苏联派遣学者学习相关技术，并在1956年与苏联，随后又与中国签订了原子能合作协议。北韩随即在永川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所，引进了苏联提供的小型核反应堆，从此正式开始核开发。但这些反应堆使用的是低浓缩铀，难以制造原子弹。核武器需要高浓缩铀才能引发核裂变。苏联当时连导弹技术都不愿提供给北韩，所以是绝对不会帮北韩造核弹的。苏联明确警告北韩不得用这些反应堆制造核武器，并严格管理核废料中的钚，防止北韩获取。而就是从那时起，北韩就开始使用欺骗性战略来发展核武技术。明面上，北韩声称自己是这样发展核电技术，因为1克油的能量相当于3吨煤或9桶石油，这种高效的能源对北韩极具吸引力。在当时，韩国也在1956年2月与美国签署了原子能合作协议，但明确仅用于商业目的。
韩国作为能源进口国，可能也是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承诺仅用于非军事目的。而其实，北韩的真正目标是制造核武器，威胁韩国，试图实现赤化统一。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韩趁机在两国之间周旋，谋求和开发机会。金氏政权梦想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他们在50年代设立永川核研究所的同时，就在金日成综合大学设立了原子能学科，还在金策工业综合大学设立了核物理学科，系统性的专门培养和领域人才。1965年10月，金日成就在劳动党会议上打嘴炮，说我们将很快拥有核武器。1967年，他又在军事指挥官会议上宣称，我们能够生产原子弹，并威胁若美国使用核武器，朝鲜也将使用。但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提供的反应堆和燃料根本不足以支持核武器开发。为解决燃料问题，北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调查，最终在黄海到平山县发现了铀矿，并开始开采。他们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但实际上是为了制造核武器。因为苏联若发现这一意图，可能会立即收回反应堆。1974年，在偷偷挖铀矿研发核武器的北韩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在1985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北韩表面上宣称反对核武器，甚至在1989年成为国际原子能理事国，营造遵守国际规则的假象，以降低国际社会的警惕。然而，北韩并未履行核不扩散的义务。他们拒绝与原子能机构签署核安全协议，并拒绝接受核查。1989年，美国将北韩列为 A 级监控区域，通过卫星发现永川核设施的异常活动。1989年7月，法国商业卫星确认永川存在疑似核燃料再处理设施，证明北韩在秘密开发核武器。北韩一边宣扬无核化，一边暗中推进核计划。1991年，美国宣布从朝鲜半岛撤出战略核武器，并推动战略武器削减计划。南北韩签署了南北基本协议书，宣布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不持有或使用核武器。但国际社会再一次被北韩骗了。卫星发现永川核设施的异常活动，北韩却拒绝接受检查，声称这些设施仅用于发电。1993年，事情败露的北韩宣布退出 NPT， 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北韩接受 IAEA 核查并撤销退出决定。1994年3月 ，IAEA 核查团进入北韩，但北韩拒绝提供样本，并威胁若继续检查将终止所有合作。同年5月，北韩开始从永川反应堆提取燃料棒，明确表示将进行核燃料再处理，制造核武器。此后，美国开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实施制裁。1994年3月，南北高层会谈期间，北韩代表扬言要将首尔变成火海，引发韩国国民恐慌，股市暴跌，美元兑换量激增。同年6月，韩国举行了实战化的民防训练，局势高度紧张。美国克林顿政府将防止核与弹道导弹扩散作为首要外交目标，甚至考虑对永川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传言白宫曾计划使用法国战机轰炸永川，以掩盖美国介入的痕迹。局势一度濒临战争边缘。1994年2月，北韩退出 IAEA， 并宣称国际制裁等同于宣战。同年7月，金日成突然去世，北韩内部陷入混乱。金正日接班后，为稳定政权，同意与美国达成日内瓦协议。协议内容包括美国为北朝鲜建设清水反应堆，提供50万吨重油，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加强核不扩散机制。但事实证明，金氏政权又一次耍了无赖，北韩并没有遵守与美国签订的协议。由于北韩是集权独裁体制，即使在最困难的苦难行军大饥荒时期，路上饿殍遍地的情况下，金氏政权仍然将所有国家资源投入核开发。此外，巴基斯坦曾向朝鲜出售先进离心机，用于浓缩铀。这些设备先提供给伊朗，再由中国技术人员协助安装。朝鲜与伊朗关系密切，这为技术转移提供了便利。
早年，苏联为朝鲜提供核燃料，并负责再处理，以防止朝鲜提取不。直到1986年，朝鲜自主研发的5兆瓦反应堆开始运行，并于1988年开发小型再处理装置。但仅靠此规模仍无法制造核武器，因此90年代起，朝鲜开始建设大型再处理设施。据估算，1986年至1992年间，朝鲜提取了15至25公斤钚，足以制造3至3.5枚核弹，每枚威力相当于20千吨的长崎核弹。2000年代，朝鲜公开宣称拥有战略核武器，并于2002年承认使用离心机开发高浓缩铀，撕毁1994年日内瓦协议，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导致相关援助终止。尽管美朝会谈、日朝会谈、南北会谈及6方会谈持续进行，北核问题始终未获解决。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布什总统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2002年，美国特使访朝时，朝鲜强硬表示拥有更可怕的东西，导致日内瓦协议彻底破裂。2006年10月9日，朝鲜在咸镜北道丰溪里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引发3.9级地震，但威力不到1000吨，仅为广岛核弹威力的1/20。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金正日健康问题的背景下，北韩重启核计划，利用高浓缩铀货部进行地下试验。2009年5月25日，在丰溪里地下核试验场试爆的核弹，爆炸当量提升至2至6000吨 TNT， 朝宣称试验完全成功。这次核爆试验迫使国际社会短暂重启6方会谈。北韩这种与世隔绝、经济垫底、人民还是处于饥荒之中的小国，能研发出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仅此一家。为了造核弹保卫金家江山，可以牺牲其他的一切，而最首先被牺牲的就是被强制派去开采油矿的劳改犯。北韩利用劳改犯来开采油矿，是效仿苏联时期的核子古拉格。当时的贝利亚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部的头子，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2号实权人物，深得斯大林的信任。他掌管着苏联各地数量庞大的古拉格政治犯劳改营。二战后，斯大林把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交由贝利亚负责。事实上，他负责组织犯人开采的第一座油矿，早在1939年就在科雷马河附近建立了。在那里，犯人等于没有任何辐射防护措施。二战末期起，他更建立了更大规模的核子古拉格，大量的犯人被集中起来开采油矿或是建设相关设施。在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贝利亚的名气一时达到顶峰。但是那些开采油矿的古拉格劳改犯们却由于长期暴露在油矿中而被辐射并折磨得痛不欲生。由于当时是在世界上核武器诞生的早期，所以还有借口说是因为没有太了解核辐射对于人体的危害而造成了疏忽。但是在今天，人类已经对核辐射的危害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北韩依然动用大量的劳改犯进行油矿开采。在北韩的劳改营中，囚犯被视为非人，没有公民身份，甚至被教导命不如一车煤炭。管理者和警卫受训将囚犯视为猪狗，杜绝同情心。曾经担任过劳改营狱警的脱北者安明哲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在新兵训练中被教导说，你可以殴打、射击，对政治犯为所欲为。安明哲说那是来自金正日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如果任何囚犯逃跑或反抗，就可以开枪打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话，也可以打他们。如果有哪个看守因为同情而不打他们，就会被领头的警告说，你是在可怜他们吗？所以即使有同情心的看守也会无缘无故地挑他们的毛病，打他们。关于北韩劳改营内的残酷内幕，在之前的影片中有专门介绍，感兴趣的观众可以一步观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被当人的劳改犯们理所当然的会被送去核辐射高的危险区域做苦力。地点位于咸镜北道华城郡的第16号政治犯集中营，就是被披露与北韩核计划相关的一个劳改营。这里关押着大约2万名政治劳改犯，属于完全控制区，里面的犯人没有获释的可能。
这里距离北韩的丰西里和试验场非常近，自2005年以来的卫星图像中都能持续清楚地观测到，有一条约5.2公里的未铺装道路，连接了丰西里和试验场1号隧道与16号收容所周边。有分析称，由于北韩缺乏现代采矿设备，依赖手工劳动和老旧设备，因此丰西里和试验场隧道的建设除需要重型设备外，还需要大量人力。有脱北者或消息人士消息透露，16号收容所内的政治犯会被狱警强迫为合适场地挖隧道、建设核武地下设施和在丰西里和试验场的充满核辐射的场所中强制劳动。铀矿开采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如铀238、镭226和氡气。矿工和周边居民可能因接触放射性物质或吸入氡气而面临辐射风险，增加肺癌、白血病等疾病的发生概率。北韩政权将政治犯视为必须铲除的毒草，因此在将政治犯投入和试验场建设和维护的过程中，对他们的辐射污染等健康和安全风险可以毫无顾忌。除了华城第16号集中营，近年来北韩又在位于黄海北道平山的铀浓缩工厂附近的地区建成了新的政治犯劳改营，并不断从其他地区管理所将关押的部分犯人转移到这里。据称，这些囚犯抵达后立即被派往铀矿和工厂从事铀精矿的生产工作。当局决定动员管理营中的囚犯扩大铀相关生产，并为平山矿场和工厂提供人力。当局还决定在工厂附近设立管理办公室，并调动囚犯参与。因为铀精炼不仅是一项一般民众避之不及的危险工作，而且属于高度机密，人员调动十分困难。施工现场周围还加强了执勤力度，为管理处施工现场提供周全的安全保障。平山市指定为独立指定区域，并加强了出入管制。有报道称，之所以要增加平山铀矿的开采力度，是因为这里的铀矿将被大量走私到伊朗、叙利亚、卡达、埃及等国家。北韩当局正在靠贩卖铀矿赚取外汇，进一步支持核武器研发。北韩在研发核武过程中，不仅使用非常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劳改营里的政治犯，让他们暴露在核辐射中劳作，就连本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领导者都在核研发过程中遭到辐射污染的严重损害。以金策工业综合大学为例，该校62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在参与核研发过程中丧生。这说明了北韩由于缺乏核武研发方面的安全标准，且对核设施的管理不善，所以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在2023年访问韩国时强调，朝鲜核开发不仅存在设施自身事故的风险，还因缺乏安全管控而放大潜在危害。他指出，朝鲜不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核设施适用什么标准，这使得核问题比福岛核污水排放更紧迫。管理混乱可能导致辐射泄漏、核废料不当处理或意外爆炸，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土壤和空气。如果不进行主动干预，这种混乱也可能引发环境灾难，污染扩散至邻国，如中国和韩国边境地区。其实，北韩在丰西里和试验场多次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已经造成环境污染。试验产生的地震波和潜在辐射扩散可能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影响生态系统。国际社会担忧核废料的随意处置和设施老化会加剧跨境污染，例如通过河流或大气传播至黄海或东海，威胁渔业和农业。此外，2024年5月的卫星分析显示，宁边核设施的放射化学实验室和铀浓缩设施出现高热迹象，可能已经释放了很多核污染物。但是北韩根本不会在乎是否对邻国造成核污染的影响，金氏政权只在乎能否快速研发出能威慑南韩与美国的核武器，从而保住自己的政权。可以说，金正恩从他老爹金正日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妥妥的烂摊子。在此之前，北韩已经长期面临经济崩溃、饥荒和国际孤立。这种情况下，金正恩仍然靠世袭上位，成为金氏政权的第2位世袭领袖，用的依然是之前那一套伟大领袖的宣传。
而民众生活水平的低下与官方宣传的伟大领袖形象形成强烈反差，使得领导者的正当性难以令人信服。再加上金正日当初在金日成驾崩后正式接班之前，早就在北韩高层培植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接班时已经有相当忠诚的政治班底，在高层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年纪轻轻就继位的三胖来说，就像是突然空降的一个伟大领袖，首先在高层就根基不稳，并不能服众。这种统治根基的不稳会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那就是这是外界可以对北韩实行各种影响的最佳时机。金氏家族长期通过宣传将自己塑造成近乎神圣的领袖，然而这套方法对于金正恩来说似乎不那么行得通了。所以缺乏领导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金正恩最终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用核武、洲际弹道飞弹和恐怖统治来稳住地位。他要透过这些武器获得神性地位，否则金正恩本人的政权就会垮台。在实行恐怖统治上，金正恩清洗了作为摄政王的姑父张承泽。除此之外，金正恩还对发展核武和洲际弹道飞弹近乎痴迷。到了金三胖时代，北韩的核爆试验进入了快车道。金正恩上台后没多久的2013年2月，就进行了北韩的第3次核试验。这次核爆试验在风系里进行，爆炸当量达6至16千吨 TNT， 接近广岛原子弹的15千吨级水平。首次验证游击弹头，展现核燃料多样化能力。时隔3年后，在2016年1月，北韩声称进行氢弹试验，这是其进行的第4次核爆试验。这次爆炸当量约10千吨 TNT， 北韩宣称氢弹成功，但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增强型裂变弹。紧接着，在同年的9月份，北韩快速进行第5次核爆试验，这次主要是对核弹头的小型化测试，爆炸当量约10至30千吨 TNT， 证明弹头小型化取得进展，重量小于500公斤。北韩宣布核弹头标准化，可搭载于短程和中程导弹，显著提升对韩美威慑力，国际承认其核能力接近完备。为了应对北韩的核武器突破与核威胁，美韩部署萨德系统，国际制裁进一步升级。在1年后的2017年9月份，北韩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也是其历史上最大规模核试验，声称测试洲际导弹搭载的氢弹，结合火星15导弹发射，宣示核力量完成。试验在风系里进行，引发强烈地震波，爆炸当量高达50至250千吨 TNT， 威力达长崎核弹的3倍，足以摧毁一座城市。北韩随后宣布核武器实用化，并持续提升核能力，声称可对韩国各岛投放广岛级核弹。其实，北韩试验的这些核弹氢弹的爆炸威力都不用怀疑，因为根据周边国家的地震测试数据就可以确定其真实性。但核武器并不是只需要爆炸成功就可以的，还需要具有可精准投放的能力。这其中关键的难点就是核弹小型化与远程导弹技术。小型化是指将核弹头体积和重量减小到可通过战术战斗机、巡航导弹或移动发射车投送的水平，例如重量控制在500公斤以下，直径小于1米，减少被拦截的风险。而早期的大型核装置需依赖战略轰炸机，易受敌国的防空系统威胁。这项技术是核武器从象征性威慑转向实战部署的关键。特别是北韩一直叫嚣的是要核灭美国，那么就不可能用战略轰炸机将大型核武器运到美国上空，估计在刚起飞时就被美国拦下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小型化，安装在洲际导弹上远程投送。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2017年评估显示，北韩已达到将核装置安装在导弹上的小型化水平。此后，其核武库持续扩张，估计拥有50至90枚核弹头，并可能组装40至50枚。再就是远程导弹技术，这是核武器研发中另一个最关键的部分。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导弹技术才开始加速发展。在此之前，虽然苏联拥有先进的导弹技术，但并不提供给朝鲜。直到1984年，朝鲜从埃及获得苏联的飞毛腿导弹，
并通过逆向工程生产出朝鲜本土版本的火星5短程弹道导弹。这可以说是朝鲜导弹计划的第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朝鲜一路从中程导弹研究到洲际弹道导弹。起初为了掩人耳目，还声称是用于卫星发射，但引发国际谴责，导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决议。金正日时期共进行了16次导弹测试，主要集中在东部海岸的吉泰岭发射场。自从2011年金正恩继任后，朝鲜核导弹发展才进入高速阶段。2012年，朝鲜成功发射银河3号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这被视为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验证。2017年是转折点，7月测试火星14号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1万公里；11月测试火星15号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13000公里。金正恩宣布和威慑完成。其实，这些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都是为了能将核弹远程投放到金氏政权口中的敌人美国的领土。2022年，北韩继续推出火星17号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15000公里以上。2023年，又进行了火星18号的固体燃料首次飞行测试，标志着从液体燃料向固体燃料的转变，提高了机动性和生存能力。2024年，朝鲜测试了多型导弹，包括海基巡航导弹和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截至目前，朝鲜核导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能够生产多种核运载工具，包括陆基、海基和潜射系统。国际评估认为，朝鲜拥有约50至100枚核弹头，部分可小型化以适应导弹弹头。导弹技术重点转向固体燃料和高超音速设计，提高了发射准备时间，从小时级降至分钟级，并且提升反拦截能力。朝鲜还发展了多弹头分导技术，如2024年测试的火星16B 中程导弹，能够携带多个弹头打击不同目标。朝鲜最先进的导弹是火星系列洲际弹道导弹，特别是正在开发的火星20和已部署的火星18。火星20号是朝鲜最新洲际导弹，2025年9月进行了固体燃料发动机测试，设计为多级固体燃料 ICBM， 射程预计15000公里以上，能够携带核弹头进行先发制人或报复打击。发动机测试标志着其进入最终开发阶段，可能很快进行飞行试验。该导弹采用公路机动发射平台，提高了隐蔽性和快速响应能力。专家认为，它整合了俄罗斯技术，旨在针对美国本土。从北韩宣传的其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来看，早已经具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但其实主要的瓶颈在于洲际导弹载入大气技术。洲际导弹载入大气技术是指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后，其弹头在重返地球大气层时能够承受极端高温、高压和机械应力的技术，确保弹头在高速载入过程中保持结构完整、导航精准并成功引爆目标。非洲际导弹弹头会以约20至25马赫，也就是6至8公里每秒的极高速度重返地球大气层。弹头在入时会因与大气剧烈摩擦产生数千摄氏度的高温和巨大气动压力，可能导致烧蚀、结构崩解或偏离目标。而载入技术的技术难点在于，在入时，弹头表面温度可达6000至7000摄氏度，这一温度接近太阳表面温度。北韩需开发先进抗烧蚀材料，而其受制裁限制，难以获取高性能材料，如高纯度碳纤维。再就是导航精度，载入过程中，弹头可能因气动扰动偏离轨道。北韩缺乏先进的惯性导航系统和高精度制导技术，需通过试验验证弹头的稳定性和命中精度。还有就是在测试验证上的困难，真实载入测试需发射洲际导弹并回收弹头数据，但北韩受限于经济和国际压力，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全射程测试，所以难以进行频繁的远距离实弹测试，只能进行高倾角试验。北韩在2017年7月28日的火星14测试中，日本 NHK 天气摄像头捕捉到载入载具在约4至5公里高度散落并消失。国际专家分析结论为载入载具未能幸存。类似问题在后续测试中反复出现。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
高倾角测试导致载入载具承受额外应力，未能证明正常轨迹下的可靠性。北韩官方虽然一再宣称成功掌握载入技术，但缺乏独立验证。2024年11月，美国军方表示未见可证明的载入成功证据。2025年5月，外交政策杂志重申，平壤尚未证明掌握此技术。过去14次测试无一确凿证明载入载具耐受载入，所以北韩洲际弹道导弹可靠性仍需验证。许多测试采用高倾角轨迹，避免飞越邻国领空，导致实际射程数据不确定。此外，经济制裁限制了材料进口，依赖俄罗斯和中国技术转移。2025年5月，有报道显示，北韩的新型机载雷达可提升载入载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这可能得益于俄罗斯技术转移。所以，北韩最后能否在核武器上更进一步，俄罗斯的援助才是关键。南韩国防部表示，北韩以部队和武器换取莫斯科的先进技术，包括有关洲际弹道导弹的其他相关组件。这也是三胖与普丁两人开始称兄道弟的主要原因，双方都各取所需。金正恩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水平？想必看到这里大家都了解的差不多了。其实像北韩这样的国家造核武器并不是多难的事情，重要的是外界是否会强力干预。就像在中东的以色列，他拥有强烈干预的决心与超强的军事能力，对伊朗的核设施直接进行手术刀式的打击。那么只要以色列还在，多来几次雄狮行动，伊朗的神棍政权就不可能研发得出核武器。但是北韩却不一样，他背靠中俄两个狐朋狗友，光靠一个南韩并不能对北韩形成约束力，所以才给了金家政权猥琐发育的空间。那么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金正恩最有可能把他的大家伙往哪里射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就是扔南边的韩国，如果到时候真的打起来，三胖脑子一热往南边扔核弹，估计以美军加持韩国的军事实力，立马就能发现三胖的小动作。除了立马把导弹拦截下来以外，然后就是各种斩首行动。 MQ-9 死神无人机挂着地狱火刀片导弹就上来。如果三胖躲进平壤地下号称世界上最深的地铁隧道，大不了就是多派几架 B2 轰炸机，多扔几枚钻地弹的事情，估计享受着美好生活的三胖也不敢轻举妄动。核武器在三胖的手里，如果不是太必要的时刻，顶多也就是用来给国内民众洗脑、吹吹牛逼的东西而已。到这里也可以首先排除美国了，如果韩国都不敢扔，那美国就不用讨论了。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俄罗斯，因为说不定哪天普京的仗打停了，不需要跟三胖合作了，想要摆脱国际的制裁，那就必须与北韩做切割。之前普京就是不想与因为研发核武器而被国际制裁的北韩扯上关系，被连带制裁，所以在金正恩上台后一直都没有访问北韩，直到俄乌战争后需要北韩援助，才跑去与三胖称兄道弟。可以想象，如果到时候普京中断了对三胖的援助，金正恩可能会急眼，一急眼头脑发热，朝俄罗斯扔核弹。但是莫斯科太远，没那么容易扔到，就算使用洲际导弹，那也是俄罗斯援助的技术，普京早就留了一手。如果是扔远东地区，那鸟不拉屎的地方，炸就炸了，也没什么用。这样看来，剩下最有可能扔的就是与中国接壤的中国东北了，而且再努力，潜艇开到靠近中国的海域，发一两颗核弹到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也不一定是真的扔。如果哪天中国宣布不给北韩援助了，三胖一个不高兴，拿着核弹威胁，这招应该还是挺管用的。就算不直接扔核弹，北韩也是有很多手段来威胁中国的。就比如他们还研发核鱼雷和核无人潜航器，可隐秘攻击港口，不仅能威胁韩国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更可以对中国靠北韩的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北韩近些年来研究出了一种名为海啸1号的水下核鱼雷，这是一种专门在水下执行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根据北韩公布的数据，海啸1号首次发射时在水下停留了将近60个小时，行程至少600公里。
这意味着它的行进速度比典型的鱼雷慢得多，约为每小时10公里。这表明它的设计重点是远程巡航和水下隐身，而不是高速。专家分析，北韩可以瞄准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进港的时间，或是将坐标设定在预先指定的训练区域，发射这种核攻击艇，对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它还能被用来攻击釜山港或沿海核电厂等国家基础设施。它可以在水下引爆，引发带有核污染的海啸，淹没沿海城市。如果在海岸附近引爆，根据震源周围水深的不同，产生的放射性海啸高度从几十米到100多米不等，不仅会摧毁海岸，还会摧毁沿海地区的海军舰队。这样看来，北韩打不打美国令说，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完全具备对中国进行核讹诈的能力。如果三胖最后真跟美国、南韩打起来，中国也必须要支援，不然三胖死前估计也会拉个垫背的。